是一个很直觉的就冒出来这个名字，然后后来再就是仔细的咀嚼了一下我自己的想法之后，就生出了16个字这样子。以声辨物，以声取人，以声更声，然后以声更声，就是有点饶舌Vietnam, Cambodia, Laos, Thailand. 其实是源自于一个国际的电子音乐节啊，叫做 I Love Techno。然后就想说，那既然我们是要做电子音乐，那其实希望可以多扩散到一些台湾听电子音乐的族群，或是国外这个族群的话，就弄一个有点戏谑，然后会引起他们注意的名称。那就想，那就 I Love Nuclear 好了。那可能喜欢电子音乐的人看到就会抓住一下注意力这样子。那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其实就是说，其实大家应该也会常在一些可能什么这样纪念品啊，就是一些 logo 上面看到，就是我爱什么什么什么，就我爱台北，或是我爱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多人很爱买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可是明明你也没有，你才去什么我爱什么什么什么岛，那你才去过那一次，你就会说你爱什么什么，就是一个对爱很肤浅的，就是一个你很随便就喊出来的一个很腐烂的，一个 logo 这样子。那我就想，那 OK， 那既然我爱什么什么是讲那么容易的话，那我后面放一个是何子人的话，那是不是大家也会觉得很没什么，很稀奇啊？不会很稀奇，很平常啊。可是其实不是嘛，就是相信应该不是啊，就大家也不会觉得说我爱何子人是一个就跟我爱夏威夷一样的没什么这样子。核电这个东西，我自己我会觉得到了现在这个2012年，就是台湾也不是说没有反核的历史啊，都已经好几十年了。那近在眼前的一个工业大国的核灾也是就这样子发生。那我会觉得说，核电这样的一个科技好像已经不是说，好像已经不是说大家可以说我不赞成也不反对。我觉得它好或不好，我觉得我没有要智慧。我觉得核电已经不是这样子一个议题，就现在应该是一个，你如果我问你爱不爱他，那你不爱他的，你如果不是爱他的话，那你其实应该就是要反对他，而不是中间的地带，中间的模糊地带。我会觉得啦，就是有点想要挑衅，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你到底对他的态度是什么？对啊，所以会有这样子一个名称，对啊，大概是这样。这样拍到，我们是找一个视觉艺术家的朋友，也是就是免费帮我们设计合作，然后就是他觉得核能就有点像台湾的神一样，那我们就是抬着核废料，就好像抬着神教上很重要的东西似的，就是我们对他的热爱似乎就像是一种群体性的信仰跟就是崇拜敬仰这样子，然后我们甚至不敢反对他，就是一方面想借由这种就是更激烈的视觉印象去引起大家内心的一种骚动感，就是说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就是好像抬着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神。那像他做的就是像是这个贴纸，他其实刚好前阵子那个核四不是有那个新闻嘛，就是太多新闻了，就是核四的水跑出来那个，然后工人用贴纸贴胶带粘贴，最近的新闻。反正 anyway 就是大家觉得核电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不 OK 就修补就好了，是一个好像很轻松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它可能造成的伤害有点视而不见，这样子就是跟台湾本土非常符合的一种民情概念。
像是摇滚音乐的话，就是表演者跟观众就是两个是分得很清楚的，就是表演者就是表演者，然后观众就是观众。可是像电子音乐的话，就是虽然说 DJ 就是在上面放歌，可是其实就是观众不是主要来看 DJ， 观众是来跳舞，是来感受，来感受，然后就是不是来观赏，是来自己玩。就应该说那种娱乐，不是说你去看一个表演，然后你被娱乐，是你来这边你想办法娱乐自娱，对啊，就比较有参与感，对，比较有参与感。就其实就是说电子音乐比较需要动员啊，对，就跟抗议一样需要动员啊，对，然后需要有一个网络，你顺下来什么时候要赶快开始联络谁传什么讯息，就跟什么哪一个抗议要赶快动员，然后有一个怎样几波的动员是差不多的，对，性质比较类似。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尝试。那这个新的尝试就是，我们是做我们会的事。其实我还有更生人这次做这个企划，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说我们不想要当最厉害那个，不想要当就是唯一的反核的，在做这件事的人。其实我们有点像是抛出一个球，说嘿，我们虽然是玩电子乐的，可是我们不怕说因为我们做电子乐，我们就不反核，因为我们知道里面的政治意义啊，然后整个背后的系统的概念，所以我们会觉得说，那既然我们喜欢电子音乐，我们也反核，那我们就很勇敢的想要来做这一个尝试，并且让其他人也知道说，原来还有一种玩法跟就是沟通的概念。